借用烹饪，煮出爸爸曾经的味道。学点厨艺，是自己和家人的福气。上一条视频我给大家演示了起船鸭，今天呢就用这一只去了骨头的鸭子，我来做一个八宝糯米葫芦鸭。我们先用一点盐、一点糖腌一下鸭肉，再插一些酒，酒呢要尽量插多一点，再放一些五香粉，尽量给它油均匀了。完了以后呢，反过来放在旁边腌2个小时。这道菜东西南北中全国各地都有，证明它广受大众欢迎。做法大同小异，有传统无正宗，主要是馅料五花八门，各有喜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八宝馅料。八宝馅料各地都有所不同，可以随意发挥。一般广东的做法呢，有莲子啊、皂石啊、薏米啊，还有去皮的绿豆。因为有糯米了，所以呢，我要搭配一些腊肠、腊肉、虾米。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梅豆和花生，所以今天呢又加了一点，再加一些切碎的陈皮。广东人煮鸭子呢都比较喜欢放陈皮，这是一个传统的搭配。加入已经泡过1个夜晚的糯米，本来还要放冬菇，这次我就不放了，我就放虫草花。另外放一点点盐、糖、花雕酒、蚝油调味。多放一点水，炒拌大概15分钟，再放入蒸锅里面蒸30分钟，一定要把馅料蒸熟。馅料放凉以后呢，就可以灌鸭子了。先用这个烧鹅针呢，像缝衣服一样，把脖子那个开口呢缝合好，再从屁股这个开口呢放入馅料。一边放一边轻轻地拨弄一下馅料，尽量要让鸭翅膀和鸭腿都有馅料填充。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馅料千万不要放得太满，馅料在充分吸收鸭油、鸭汁的情况之下会膨胀，搞不好了会撑爆这个鸭子，这个菜就失败了。最后用另外一只香鹅针收口，同时在馅料的上面呢放入几只咸蛋黄。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呢，咸蛋黄的油呢会渗透在这个馅料里面。这道菜吃的就是刀工，成功与否关键在全鸭起骨，一定要小心，不要弄破鸭皮。至于刀法也是多种多样，我所使用的中菜菜刀和鸭脖子起刀是传统粤菜起全鸭的刀工章法。我很少使用剪刀和西餐小刀来做菜，我经常鼓励身边的年轻人尽量使用中国菜刀，学好传统的基本功，自然得心应手，灵活变通。可能是长期在外国和习惯的原因，总觉得只有使用中国菜刀才能表现出中国菜的大格局和中国厨艺的宏大气魄。做好了这些步骤以后呢，一般广州酒楼的做法是风干鸭皮，然后下油锅去炸，把鸭皮表面的油分逼出来，同时增加鸭身的香脆味。但我们在温哥华呢，家家都有烤炉，所以我就这一步就用烤炉来搞定，用华氏400度的炉温烤大约半个小时，让鸭子皮下脂肪呢全部流出来，同时呢闻到香浓的烧鸭香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另外一只碟子，碟子呢垫上2块荷叶，再用另外1块荷叶包着鸭身，然后呢放进蒸锅里面蒸3个小时。伴随着广东音乐宝鸭串联，带着荷香的八宝糯米葫芦鸭终于出炉了。上桌后把鸭胗拆走，用餐刀平切鸭身。由于没有骨头啊，所以呢鸭身非常容易就切开，再切成一份一份上碟。大家可以看到咸蛋黄渗出来的油和渗透了鸭肉汁的糯米饭香气，真是看见都流口水。我的频道还有更多其他视频，欢迎搜索观看。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下次再见。